师姐，我错了，师姐，师姐，饶命，师姐！师姐，饶命，师姐！我说过，每周必须上缴零食4块，少1块都不行。你们都当我的话是在放屁吗？你们继续讲。快！我叫陆离，因为见钱眼开，被迫成为千万穿越大军中的一位。我去，这玉佩应该挺值钱的吧？要是每周交不上来4颗零食，就会和刚才的兄弟一样灰飞烟灭。啊！让你偷懒，让你偷懒，给我放！让你偷懒，让你偷懒！哎呀，我就一兄弟废物，这拼死累活整整7天，我才测了3颗。这要是国家再不用，我拼了我的！虽然我因为这枚玉佩穿越进了这个陌生世界，但它也成为了我的一根金手指，它可以让我跟21世纪的大厦通话。警察叔叔，我接下来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不是什么 cosplay， 也不是什么整蛊专家。那天我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捡到了一块玉佩，也就是它。捡完了以后，然后我就莫名其妙的穿越到这里来。这里真的是出现钱，我真的没有骗你。你看，这个呢，人的头骨，还有里面不信的话，这个零食见到没？小同志，你放心，虽然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头一次遇见，但是已经上报了，你先别挂，领导马上就会过来。交不上矿石，这就是下场。能不能活下来，就看咱妈了。下一位，陆离。完了，这上来真的了！就你，拜托了，妈，救命啊！听不见啊，快点啊！三儿，不用麻烦了，杀了便是。是师姐。我数5个数，5、4，求求了，妈，回应我吧。3，陆离同志，在，我在。国家相信你。我希望国家母亲赶紧帮帮我吧！我现在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我真的穿越到了修仙界。3个月前，潘晨元一名少年离奇失踪，警方寻找3个月，没有任何线索，如同人间蒸发。而这名失踪的少年，正是现在视频中出现的这位，他叫陆离。陆离，这谁呀？天哪，什么情况？安静，在场的都是安国部门最强的情报人员，不惜一切代价，确定此份视频的信号链接到底在不在南星？不要和我说疑似，不要和我说可能。各位，如果陆离没有说谎，那就意味着我们大夏
将是世界上最早且是唯一一个发现了修仙位面的国家。此番荣誉属于在场各位，给我们大夏！现在开始。快点，快点！清北大研究地外文明的教授到哪了？广电、通信方面的技术专家都到了吗？快，抓紧时间！我要立刻接管所有卫星群和空间站。快启动设备，多方位抓捕信号位置。修仙世界到底是真是假？李旭，信号链接确认，信号链接确认。这是视频信号坐标不在大夏，也不在蓝星，是另一个位面，另一个位面。孙老，你确定？确定，我十分确定。这份视频收发信号根本就不属于任何电磁波，而是一种更奇怪的能量物质波动。这股能量物质就应该是修仙世界里的灵力，并且我还发现，这股能量物质波动似乎可以干扰现实世界里的力场。能量波动越大，力场的波动就越强。当它足够大时，甚至什么？带动空间波动，打开位面通道，不仅可以传递影像、声音，还能传递物品，包括修仙世界里的拥有强大超自然力量的法器。你们真的这么相信我？陆离同志，是真的，国家从不开玩笑。太好了，我这下有救了。咱们，你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再给你回过去。嘀咕什么？2、1，哎，停！师兄莫急啊，我刚才是被吓坏了。我储物袋呢？刚刚明明在这儿啊！师兄，我刚刚一定是太着急了，落在矿场了。要不，我现在回去拿。师姐，这无妨，不过是个炼气1层的废物罢了，保不住我的掌心。给你1炷香时间，别想耍花样，碾死你很简单。师兄、师姐，你们武力高深，我哪敢跑啊？那我现在回去拿，我现在就去。下一位，徐杰。怎么？离去！同志们，你们在吗？在吗？能听到吗？陆离同志，我们在。你呢？你的处境如何？惨！2个字绝惨，3个字惨极了！你们是不知道，这边的上位者根本就不把人当人，当畜生一样对待。要是完不成绩效的话，就会被直接杀了，而且还是魂飞意灭的那种。我待会儿要是交不上灵石，我也得被嘎。除非给我一把单手钻，才能救我的狗命。陆离同志，你说冲击钻就能解决你的困境？如果这样的话，或许我们能给你传递过去。等等，传递？也就是说，穿越位面传递物品？对，根据我们科学院对目前信号源的物质分析，我推断，只要信息源的灵力足够强大，或许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强行打开位面通道，传递物品。李雪，也就是说，我灵力只要够充沛，就可以收到祖国的快递？是的。
反正交上去也是他娘的意思，不如赌一把。李局，我现在只有1炷香的时间，咱们长话短说，我需要一把市面上最硬的手持冲击钻，还有，给你1炷香时间，别想耍花样，碾死你很简单。还有一把沙鹰。李局，我准备好了。收到。安保人员立即戒备，黑暗组开始全线记录。倒计时开始，3、2、1。一定要成功啊！脱了！出现了，会面通道出现了，真的出现了！我计算的没错，只要灵力够，位面通道就一定能被打开。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各位，物质传递已验证成功，或许未来我们可以收到修仙界的物质，这意味着大夏很有可能即将迈入大修仙时代。此事事关大夏国运，马上派人去打金南海，上报国主。是。眼下的关键就是看陆离能否生存下来，开启下一次的通讯和传递了。50毫米可敬的沙鹰，连西伯利亚巨熊都可以轻松点上。炼气期低阶的修士，杀死他那岂不是绰绰有余？还有蓝星最尖端的勘探科技，手持冲击钻，小爷我就还不信了，还完不成这次采矿任务。我去，这么轻松！梅迪因大夏果然无敌啊！陆离，还不出来？找死吧！哎，来了！师兄，4块灵石在这儿呢。倒是够分了，滚吧！等等，怎么了，白师姐？师弟，你别紧张啊。师姐啊，只是好奇，你不过区炼气1层的境界，是如何做到足额上紧？莫非
你还有什么秘密瞒着师姐？不是吧？这女人这么警觉。师姐，师弟们哪有什么秘密啊？要是有秘密的话，也逃不过师姐的法眼。我只不过是运气好，碰到了一窝松散的。哦，是吗？当真只是运气好。那1周后，希望师弟运气一样好。不就是仗着自己有宗门长老做靠山，装个屁！早晚就是什么？不，10个壮，狠狠惩罚你！不过，我若能成为外门弟子，就会受到宗门保护。到那时，白胜就杀不了我。不过，炼气1层的修为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眼前目标还是先进入炼气2层，这样就能名正言顺的上交足额的灵石了。不知道老家现在几点了？喂，有人在吗？看来都睡了。领导，美女，帅哥，喂，有人在吗？陆离同志。我们都在，你现在什么情况？是否脱离危险？怎么说呢？我现在暂时安全了，但是危险并没有解除，因为我修为太低，我足额交换的行为已经被敌人怀疑了，恐怕下午就不好过了。黑暗小tổ，你们计算结果是什么？李局，根据量子计算机的初步计算，我们必须帮助陆离同志快速突破炼气压制，这样才能最大幅度的减轻敌人的怀疑。陆离，这是灵石和修炼的功法。什么？这是来自修仙世界的宝物吗？李局，各位领导，我修炼天赋实在是太差了，想要突破炼气期第2层，恐怕至少还要1年。我只能靠你了。你放心，国家和组织一定绝不会让你失望的。孙老，立刻带着这些展开研究，一定要快，早一点找到办法，对陆离的安全就能多一份保障。是，保证完成任务。科研组的同志，都跟我走。陆离同志，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关照一下我的父母？我失踪以后，他们一定很伤心的。但是，我在这里的事情，暂时先不要告诉他们，怕他们会担心。你放心，国家和组织一定会照顾好你的父母的。你必须替国家完成一件事。当然没问题，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不会拒绝你。那就是活下去，为了国家，为了组织，为了人民，也为了你的父母，想尽办法，不顾一切的活下去。请国家放心，我一定会活下去，一定会。
李局，孙老来了。孙老，你总算来了，3天了，研究有没有什么进展？李局啊，我们确实有了初步的发现。难道是可以对灵石进行高效提纯了？啊，不是，灵石研究还是停滞不前。但我们对修炼功法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重大突破！李局，这本功法它其实就是一道复杂的数学题，而如何修炼，就是解题的方法。虽然同时存在无数种解法，但解题的方法越是简单和正确，修炼的速度就越快。而且更重要的是，只要我们彻底吃透这道数学题，大夏的子民也未曾不可修炼呢。全民修仙，孙老，你确定？我确定，只要多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做到。好，那就这么办。党磊啊，通知下去，把牵扯的相关部门人员全部征调，不再以过往单独部门模式存在，成立全新的小组。小组名称就请用旧代号749。是。他娘的，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别抱怨了，这拾到猴子就不错了。各位师兄，你们先回去吧，我东西好像落你那儿了，我得回去找找。Hello， 各位领导，我来了。小鲁同志，我是孙院长，能听到我的声音吗？能听到。小鲁同志，首先很遗憾地通知你，灵石提纯研究没有任何进展。果然还是有门路。不过，我们对你传送回来的修炼功法五星诀的研究有了重大的发现和突破。什么突破？我们全体科研组经过几十万次的模拟推演，我们对原有的修炼功法进行了重新编辑，而最新版的五星诀理论上可以使修炼速度提高3到5倍。3到5倍？就算是宗门的其他圣子，也都做不到吧？小卢同志，我说的是至少，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更高，10倍、100倍也是有可能的呀。10倍、100倍，就算是绝对的修炼圣体，也不可能达到。竟然被我国家唾弃，牛啊！我的国！小鲁同志，信息量很大，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我们已经以视频的方式记录在了 iPad。好，那我现在就准备灵石，开启传送阵法。护理，我是李元朝。李局，您说。就在刚才，我收到一份最新的计算报告。报告结论是在未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利用位面通道传递什么？活物。传递活物？那岂不是可以把我父母也接过来？李局，传递活物需要什么条件？条件比较苛刻，我们需要接近无穷大的灵力，这就是所谓的仙。仙？可我就一修炼废物，我根本就做不到啊！顾离，我知道你现在有些低落，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国家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将不惜一切代价，投入一切资源，一定会让你率先成仙。这个任务的代号叫南天门。南天门。所以从此刻起，整个大夏将和你保持同一个目标。所以从此刻起，将得到一个拥有14亿国民强大国家的支持。所以从此刻起，你将成为这个大夏文明的先驱者。原来整个大夏都在支持我，整个大夏都在守护我并不孤单，14亿兄弟姐妹们在另外一个世界等着我。李许，我不会辜负国家和人民对我的期待。好，
3位队友，敬礼。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这时间也不多了，得赶紧修炼啊！我去，我就花了2天时间，就突破了炼气2层。这宗门内的天才，至少需要1周吧？哎，没准在国家的帮助下，我真的能率先成仙。没想到这杂役矿洞竟然出现了这般人物。仙王，你说此人会不会同我一样，身上也有个特殊存在？叶晨风，莫要多想，抓紧时间修炼，时间紧迫，待你炼化这道剑元，就渐渐入外门。只有不济，方能取得我在此留下的那支残剑。孙老，我们成功了，我们终于提炼出来了。不，还不够，提纯率只有3%，这是在浪费。或许你们一开始就搞错方向了。你是8岁就考上清北，12岁被牛津大学特招为博士生，18岁就拿下诺贝尔化学奖的大夏化学天才刘风雪。在不了解物质基本结构的前提下，进行物理实验强行提纯，失败是必然的。换个角度去想，若是我们能将它溶解呢？用一种和它相同频率的溶液将它稀释出来呢？我怎么没考虑到这一点？立刻召集全国顶级化学家，这个难题我来攻克。好，这件事我来安排。爸，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吗？接送一下小宝，一天做3顿饭，累着您了吗？天天在这儿看这些无用的书，还说什么要等待国家召唤，紧跟时代脚步。爸，你要真的是科学家，咱家还会这么穷吗？丽丽，把书还给我。这本书非常重要，上面写的是国外最新的复合材料研究课题呀。我不还！我今天不仅不还，我还要撕碎你那不切实际的梦！住手！周教授，国家重点计划遭遇重大技术瓶颈，我奉最高指挥部命令，特聘您为首席科学顾问，请即刻归队。哈哈哈哈！丽丽，你听见了吧？国家说我这把老骨头还能为民族复兴燃烧最后的热血，不是你说的只会接娃带孩子。走。教授，跟我们走一趟。李教授，国家需要你，请跟我们走一趟。这位同志，
国家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竟然还需要我这样的老头子？周教授，具体的信息，安国部门的黎局长会给您解释。我能给您说的只有4个字：战争来了。又是收狂，真是无聊。三儿，赶紧的呀，我还等着去鸾凤楼跟男人吃酒呢。好嘞，师姐。交矿了，交矿了，都老实点儿，不然有你们受的。师兄，4个人吃，一块怎么上？滚吧。等等，有意思。练气1层的小废物，竟又交出了4块灵石。你该不会告诉我，这次又是你运气好吧？师姐，你误会了，我现在是2层，炼气2层。这小子果然2层了，难道这小子是个修炼天才？白师姐，那我下次再见，希望师弟能带给师姐更多的惊喜。是再也不见。对了，我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国家。那就借师姐吉言了，师姐，再见。林局，你们在吗？能听到吗？我来了。小卢同志，成功了吗？那不叫成功，那叫大获全胜啊！孙院长研究的这功法也太厉害了，我花了不到2天时间，直接突破到炼气期第2层。哦，对了，灵石的提纯有进展吗？陆离同志，你好，我是刘风雪，也是这次灵石提纯的总指挥。有美女，这颜值完全长在我的心巴上了。国家怎么知道我喜欢陆姐？我爱我的祖国。陆离，你听得到吗？陆离啊，我在，我能。长话短说，我现在已经完成灵石提纯率达到50%，我有信心可以把灵石提纯率达到90%，只是我还需要一批灵石作为实验样本。90%，这也太厉害了！这样我的修炼速度能更快。哎，哦对了，李大，你需要多少灵石？我现在就给你送。师弟，在跟谁说话呢？白师兄，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你这手里拿的是什么呀？啊？嗨，就是一块破玉佩加成的，不值钱。鬼鬼祟祟和玉佩说话，真当我瞎啊？说，这玉佩到底有什么秘密？不说的话，我现在就杀了你！可恶，白三是炼气3层，高我一个境界，正面对抗，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不，我不能死，国家还在等着我，14亿人还在等着我，我的父母还在等着我。还真是功亏一篑。白师兄，
好，我陆离今天认栽了。不过这块玉佩确实是好，但是不是我身上最好的。还有宝贝，白师兄，你是个聪明人，不如呢做个交易，只要你肯放了，我就再献给你些。哈哈，好，爽快！我答应你，如果你的宝贝能让我满意，我就饶你一条小命。哎呦，制作精良，果真是宝贝，就是感受不到任何的灵力波动。拿过来，我仔细看看。好啊，那还请白师兄旨意。什么声音？怎么了？没想到这沙漠之鹰这么厉害，炼气期3层，只需要1枪，就跟杀鸡一样。你滚！你再跑！立刻集合，3声不到，力斩不饶。3，烦了，这要是被发现就死定了。先生的主不带领。2、1，还好及时赶上了，应该没被发现吧？3，清点人数。白四儿，死哪儿去了？哦，禀师姐，小的刚才看到白三师兄进矿洞里去了，一直没有出来。根据气息判断，白三儿最后出现就是在这，怎么会没有呢？小师弟，方才看你好像是从矿洞中出来的，有看见你白师兄吗？没有，不应该啊！就算和他有关，三儿是炼气3层，出事的也应该是他才对。矿场戒严3日，所有人即刻滚回去，不得外出。违者杀无赦。可算走了。最近这段时间戒严，看来不能跟国家联系的太频繁，必须等到我深入外门，有了自己的洞府再说。陆离同志，陆离，敌军通讯断开了，所有信号全部消失。会这样？会不会是陆离同志那边出事了？很有可能，在断开之前，我好像听到了一声枪响。难道陆离已经牺牲了？不，我相信陆离，相信他接人的品质，更相信他回家的信念。也许他只是一时不便，暂时无法跟我们联系，但是他肯定还活着。李局，刘教授，请说。与其在这里瞎猜，不如我们提纯灵石，激发灵力，催动玉佩，由我们主动联络陆离同志。可是提供研究的灵石数量不是已经？交给我，越有挑战性，我越兴奋。刘教授好飒。党组长，带着你的 AI 小组过来。啊，我？哎，好嘞，所有人跟我来。刘教授，拜托了。李局，我有个提议，无论如何，小陆同志都是我们大夏的功臣，更是现代修仙文明的先驱，于情于理都应该好好善待他的家人。是啊，我们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王秘书，李局，传我命令，
立即寻找到陆离同志家人，给予特等功臣待遇。是。陆离同志，你可要好好活着呀！儿子，你到底在哪儿？老陆，你没事吧？陆大海，你个王八蛋，这个月弄错第几次了？零件尺寸又弄错，还想不想干了？哎呀，主任啊，大海是因为孩子失踪了才这样的。孩子失踪怎么了？又不是我弄丢的。听好了啊，这个月工资减半。再让我们发现一次啊，你们俩夫妻都给我滚蛋！呸！我知道了，主任。哎，你们是安国部办事。安国部？老板，你知道啥是安国部吗？3分钟之内找到陆离同志的家属。是。散开找人。同志，我是机械厂厂长，请问是我们厂里出现什么问题了吗？陆大海夫妇在哪儿？陆大海？难道他俩犯事儿了？能让安国部出动的事儿，难道他们叛国了？这可是死罪啊！同志，我只是一个厂长，我和陆大海一家没有一点关系，人也不是我招进来的，是人事部门，我一点都不知情啊！报告，英雄家属已找到。走，带我去。英雄家属。请问，您二位是陆林同志的父母吧？是，没错，就是他们。安国部的同志，他们俩夫妻一看都不是好人，他们生的孩子也都是罪犯，赶紧把他们抓住。你是？我是这个车间的车间主任，非常了解他们家。你要是有什么问题啊，你问我就行。不，那个同志啊，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你看我们家陆离，他虽然平时有点混，但是他绝对不会犯事儿。陆大海同志，我可从来都没说陆离同志犯罪，所有人都有。敬礼！啊！陆大海同志，刘秀兰同志，我们受上级的委托，特意来向二位报告。报告向我们什么报告？您的儿子陆离同志，因为具有特殊的专业才能，数月前已经被国家征召，正在参与一项特殊的任务。由于任务特殊，暂时不能跟家人联系。这是国家给予陆林同志的首笔特殊奖金100万元，由您二人暂时保管。哎呀！这是我儿子的，我们的儿子他没有失踪。太好了，老陆，我就说咱这臭小子不会有事儿的。我的天，老陆家这小子成栋梁了呀！光宗耀祖啊，跟拍电影一样。不可能，同志，你们不会弄错了吧？他们只是……我举报安国部的同志，我举报！之前这个姓王的还打过大海家一顿，这算不算殴打功臣家属啊？对，我作证，我也作证，还有我。功臣家属不得受辱。厂长同志，要求你立即纠正，否则我们不排除使用武力手段。你被开除了，立马收拾东西，给老子滚蛋！厂长，不要！我在这个厂干了10几年了呀！不要你娘个蛋，滚！我宣布，陆氏夫妇技术过硬，升任为技术总监和
质检科长。谢谢，谢谢。哎，你干什么？你快还给我！陆瑶，我看你一直盯着这个挂饰看，还有什么特别的吗？你快还给我，那是我哥哥送给我的。哦，你哥哥送给你的呀？我听说你哥哥陆离不是失踪了吗？你说他会不会是死了？你胡说，我哥才不会死。那可不一定，现在法治社会到处都有天眼，这种情况下失踪，那不就是死了吗？还有一种情况，也许是被卖到国外了。我听说国外动不动就摘人器官。咦，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陆瑶，你说你哥哥会是哪种情况呢？我不想跟你说这些，你快还给我！在干什么？陆瑶，你怎么坐在地上了？老师，你算洗脚。老师没事儿，我跟陆瑶闹着玩呢。哦，好的。陆瑶，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玩？你看看你，以前文具年级前20的成绩，现在都滑落到班级末位了。你这样，你还想不想考大学了？我什么我不管你什么理由，先把学习弄好才是正理。你要是心还静不下来，就滚出我的班级。同志，你们这是？陆瑶同学，我们奉命向你传达，你哥哥陆离同志被选取执行特殊战略任务。作为功勋家属，经上级特批，你已获得清华大学保送资格。同时，国内所有顶尖学府，你可根据个人意愿自由选择。我哥没死，我哥没死。叔叔，我可不可以见我哥一面？就1分钟。这恐怕不行。陆离同志目前无法抽身，但他托我转告你，他一切都好。你安心学习，等他回来履行约定。李军，我们已经妥善安置了陆离同志的家属。做得好，接下来就看刘教授的了。第7次灵性溶液提纯实验准备开始，请各组各人员全部就位。刘教授，这次希望大吗？成功几率有多少啊？成功率只有0或者100。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陆离同志还等着我们把他救回来呢。倒计时，3、2、1，点火。温度稳定在8900度，灵石外层已完全液化，内部灵气毒素开始上升，5%、8%、12%。这次又失败了吗？不，没有失败，才刚刚开始。这是什么？这是灵力纯度80.7%，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耶！我这……哎，刘教授，你要去哪儿？指挥大厅，准备测试。报告，第1次测试准备就绪。开始。是。我在这儿，师姐来抓我呀！师姐，来呀，师姐！抓我呀！你抓不到我的，哎呀，你抓不到的，师姐！哎呀，
有意思，又是杂役员。清风，师姐，去把人给我叫来。是。陆师兄是不是要突破了？是啊，虽是武灵根，但却领悟了终极五行诀。此后，陆师兄便是外门弟子了。炼气4层，终于破关了，终于能够拜入外门，不用提心吊胆活着。恭喜陆师兄，恭喜陆师兄深入外门！恭喜师兄！陆离师弟，白师姐有请。这个坏女人找我做什么？算了，反正入外门还需要白胜姐姐去见一面。烦请师姐带路。师姐就在里屋，请。早听说白胜喜好男色，今天不会栽在这里了吧？短短数日，竟然连续突破境界。师弟，你可真不简单呐！走近些，让师姐好好瞧瞧你。师姐，弟子陆离，今日侥幸突破炼气4层，还望师姐引荐入门。哼，美人就在你面前，你竟然只想着入门啊！真是无趣的男人。罢了。既你已破炼气中期，自然应当升外门。多谢师姐。陆师弟，我观你心性甚佳，又有运道，将来说不定有望入内门。这内门4峰，我白家上白峰占其一，你可有意加入？这白胜杀人如麻，怎么好端端的要拉拢我？什么情况？许是师弟在疑惑我，先前兄弟怎么今日变化如此之大？陆师弟莫要多想，先前是我态度不符，那是因为入杂役者本就是被挑剩下的耗子，但师弟既已入外门，自然是有些许价值的。我这么说，你可明白？我明白。明白就好。我上白峰心里正是用人之情，你若是同意加入，法器、丹药自是不用说了。但你若是表现出色，就算师弟想要蹂躏师姐，师姐也不会不同意。蹂躏你？没错，陆师弟又年轻又帅气，若是再加上实力，没准儿能与我成为
双修道馆啊！师姐，你可别说笑了，前些日子我还只是个矿奴，还您片子呢。哦，那几鞭子，师弟就不想抽回来？不是，这白胜平时玩的这么花。其实我那个师弟，莫要着急，你可以好好考虑，等想明白了再回答我。走吧，今日先带你入门了。多谢师姐。这里就是我的洞府了吗？陆师弟，这便是你的洞府。衣袍之物，我已让人放在了洞府之中。以后在宗里，你要是有事需要帮忙，可去夷武洞寻我。恭送师姐。终于进入外门了，这就是我的洞府。终于可以联系国家了，也不知道他们的研究进展的怎么样了。怎么会？刘教授，难道数量还不够？不可能，所有的数据都是经过反复校验过的，不可能出错。要不再试一次？为什么？明明已经成功了，玉佩也对灵液确实产生了反应。难道说……刘教授，你想的是什么？看来只有一种解释，这玉佩只有陆离同志才能使用。我知道了，实验暂时取消吧。所有人都回去好好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突破这个限制。别忘了，陆离同志可能还处在危机之中，等待我们支援。离职，离职，能听到吗？我是陆离。陆离，是你？你怎么突然传讯我们了？陆离，你现在安全吗？还是说你已经升入外门了？陆离，你的人身安全能否得到保障？需要国家为你做什么？李局，我目前是安全的。按照我们的原计划，我现在已经成功突破炼气4层，成功升入外门了。好，太好了！小鲁同志，我们科研组也没有辜负你的支持，在刘教授的带领下，我们已经成功提纯了青金灵液，内部灵力达到原矿石的8成。什么？提纯8成，还是灵液形态？刘教授，你知不知道，只有筑基大真人能做得到？你也太厉害了！陆离同志，至于这灵液到底能帮你多少，还需要你亲自试验。好，我现在就准备开启传送阵法。这是用青金矿渣做的小瓶，没想到国家还有这种手段。李局，陆离，根据你提供的情报，组织建议你接下来
专注于2个目标：第一，仔细筛选宗门内的安全任务，以狗为主，确保生存；第二，提高修为，获取修炼资源，尝试炼丹、炼器、阵法等多种修炼技艺。好的，李雪。按照现有的虚拟模型分析，你只要苟10年，10年后有极大概率在炼气期无敌。无敌？是的，无敌。另外，根据你之前提供的人员信息名单，有一个叫叶神风的弟子，有75%的可能性不对劲。AI 小组根据反复的模拟分析，认为此人身上应该有种叫做老爷爷的东西。什么？老爷爷？怎么办啊？按照这个位置，一听就是主角啊！我跟他在一个宗门，我还能苟得住吗？陆离，你放心，叶神风的确有可能是主角，但你和他相处不久，他又比你早几个月升入外门，以他天资，你们2人之间应该不会再有什么交集了。那太好了，希望永远都没见。这样我就能苟得住了。陆离，在你试炼这几天，我们找了几位优秀士兵去尝试修炼，但是完全感受不到有气的存在，这是为什么？想要修炼，必须要满足2个条件：1. 灵根；2. 灵气。灵根呢，代表着天赋，没有天赋，这辈子都不能踏入修仙的门槛。好像宗门里面就能购买测灵石，回头我传一个回去，你们试试。好，太好了，陆离，等你好消息。尝试炼丹、炼气、正阵法，不如先学炼气吧。毕竟我背后可是站着一个号称工业克苏鲁的国家，以大夏的能力，还指不定能造出点什么来。现在就让我看看，以工业化手段提纯的灵液，到底效果。据说，只有筑基大真人才能提纯灵液，那岂不是说我背后就站着一个筑基真人为我服务？我去，这效果如此霸道，我的修行速度提升了10倍不止，再加上改良版的五行诀，那我这修行速度岂不是开了挂了？牛逼啊！我的国，得赶紧尝试炼气，让国家助我开启修仙工业化。外出和选手任务都太危险。哎，这个地方，百亿任务：炼气堂清洗，清洗炼气堂炉底。任务奖励：宗门贡献5点，既安全又可以提前接触炼气知识。这次你可看走眼了，这陆离不出半个月就深入了外门。看走眼？不可能！你没看死子，不过才炼气4层，领悟也就是中级的五行诀，跟真正的天骄地差大啊！话虽如此，但我总感觉这陆师弟不太普通。不必怕，你修剑斗、练剑，新必要杀法，去接最危险的外出任务吧。我会助你提升的。知道了，我不会忘记与嫣然的3年之约。
定会让那些人知道莫欺少年穷。不是哥们儿，你是后宫无数的主角，和我对视算是怎么个回事？不好了，家人们，主角盯上我了，我可不想沾染上因果。陆离同志，你不必担心。根据 AI 分析数据，目前来看，他对你没有任何恶意，甚至有些欣赏。欣赏？主角哥，你不会看上我了吧？别呀，我可不想进入男主的后宫。我要保住，为国家贡献我的力量。小鲁同志，说老，你怎么来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呀、我们对修炼功法五行诀的研究又有了重大突破。不愧是我的国王，这科研速度一天一个进度，跟下饺子一样。我跟你说啊，我敢打保票，你这次修炼之后，你就将能达到炼气5层。那还等什么？赶紧操练起来吧！什么东西？好容易的炼气。灵韵，外门弟子中居然有人能引入灵韵，是谁练就了这如此的高级功法？我去看看。炼气5层，这才几天呀！我这修炼速度跟坐火箭一样。哥们，该不会也是个荒古圣体吧？谁啊？是你，是你，是你，是你！叶师兄，你突然拜访，是有什么作用？你的修为，炼气5层。是啊，我刚突破。陆师弟，是不是你刚刚领悟了高级术法？你忘了，我这野豆腐也没个正法真理，随便突破肯定会引人耳目的。看来韩立是对的。对了，叶师兄，你忘了，我之前在杂役区的时候，竟领悟了终极五行诀，刚刚有所感悟，就突破了。运气好，运气好，不值一提。剑老，你当真没有打眼？这小子拿动物当饭吃啊！本座不会看错，他这个盾不过是个低级的五行诀，又不是什么杀伐术法。这种基础法诀，领悟再高，又算得了什么？哎，快离去，不要耽误练剑。好吧，告辞。莫名其妙，看来得赶紧学会炼气和阵法，练个好动夫了。剑老，你是不是对他有偏见？我是真觉得他很优秀啊。不要因为这些琐事来询问本尊，你在这儿好好的操心操心自己吧。别忘了你和云岚宗的3年之约。他的法力还占了一动，看来他是当主任务的 NPC 了。弟子陆离，见过大师。你便是接了我任务的学子，来得正好。今日这炉渣已是堆厚，你且好好清理清理。果然是 NPC 啊！是，莫要多礼。这炉子我刚用过，等它降温你再清。烫得皮开肉绽，可别怪老夫没有提醒。哟呵，还是我们家 NPC。多谢武大师提醒。叫我好的想象吗？看我化身锦衣卫，很是高明。这是高级五行诀呀！这是高级五行诀呀！
没想到这世界啊，竟然还有人能将此法领悟到高级层次。这反应，等会儿，难道我触发了什么支线？下一步要给奖励了？武大师，献丑了。心性不错，可惜这五行诀多为初修真者入门所用，难得有人将它练到如此融会贯通的地步。我只是运气好，侥幸领悟了这些门道。可惜呀，这顿悟的机会难得，却将它浪费在低阶功法上。你忙吧，那些炉渣很硬，得仔细清理。是。不是吧？这就走了，一点奖励都没有。哎，算了，还是老老实实清理。这些炉渣也不光是废物，上面还有灵力波动，要不要传回蓝星，给研究所的试试？万一变废为宝，研究出点什么？孙老，您来了。初步检测显示，陆离同志所传送回来的器物残渣中有3.7%的成分和灵石结构相似，但分子排列完全紊乱，灵力特征几乎没有。也就是说，这些材料在炼器过程中发生了不可逆的损伤。未必不可逆。李教授，你有什么办法吗？根据报告，这些材料的分子结构只是被打乱后失去了活性，而非彻底破坏。我们可以尝试使用粒子碰撞机将它们强行唤醒。理论上可行，只要角度合适，我们就能改写这其中的粒子排列结构，直到达到正确的序列。如果能成功，这绝对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用科学修复修仙材料。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找到了一条特殊的、只属于我们蓝星、只属于我们大夏的科技炼器之路。如果这项技术成熟，将引起材料革命，改变2个世界呀！如果这项技术成熟，将引起材料革命，改变2个世界呀！但是这么做，我们不仅仅需要超大型的粒子碰撞机，同时还需要将近无尽的能源。这不用担心，我来解决。立即。诸位，最高指示已经批复，蓝天门计划即将接入国家秘密研制的可控核聚变装置。什么？可控核聚变已经实现，并且能为我们的计划提供能源。没错，蓝天门计划从今天开始将不设人力上限，不设资金上限，不设资源上限，一切的一切都为了早日实现大夏全民修仙的宏伟蓝图。同志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吧！是时候让修仙界的各位看看我们泱泱大夏的工业实力了。旁观武大师练气这么久，我也领悟了一些门道。今天不如来试一试。一成灵力温炉，接下来下入流寒水，精体体。哇哦！浪涛法，九重一轻，先外后里。哼哼。这股气息，有人在练气。
居然真的成型了。接下来就该铭刻祭文了。此子不仅在功法上有天赋，竟然对气道也有如此高的悟性，说他是天生的造气师也不为过。成了，不错。见过武大师。灵光稳定，色泽凝实，财气平稳，气轮规整，竟是接近一阶上品，的确是可造之才。你可愿跟我学习炼气之道？弟子愿意。这些是炼气的基础，你好好琢磨，打牢根基。弟子谨遵师尊教诲。哇，没想到这炼气之道果然博大精深啊！以后还要多多向武大师请教。哦，对了，炉渣可不能浪费了。陆离，怎么了？什么事啊？这么紧急的把我们喊过来？领导们，今日我赚大发，有一位筑基之人亲传了我一些炼气心得，我全都学下来了，拿给你们看看，你们研究一下，看看有什么帮助吗？天哪！小陆同志，你这次传回来的炼气心得非常重要，大象不，整个蓝星的科技都将因此腾飞呀！大象不，整个蓝星的科技都将因此腾飞呀！真的吗？真的这么有用吗？孙老，那我现在炼气就是我接下来的首要目标。我看行，若是可以，我希望你能彻底掌握炼气一道。等我们的研究取得进展，希望能与你跨界同步炼气，印证研究成功。好，我会尽快去学习的，与国家一同进步。小陆同志，你辛苦了，这离家这么久，肯定很想他们吧？我们汇总了一份你父母的近期状态，这份资料你回去慢慢看。有国有家有靠山的感觉，真好。我也要尽快掌握炼气，国家还在等着我呢。孙老，我这里已经准备好了。报告陆离同志，科研组炼气的第一阶段已圆满完成，现在让我们准备开始第一次的跨界炼气吧。所有人再次检查。能量场稳定，发射装置校准完毕，微观检测系统全功率运行。陆离同志，
我代表祖国和人民预祝首次跨界炼器圆满成功。现在开始炼器。气胚已入，灵力输出保持在3成，分满分。成了，你们呢？这是失败了吗？科技手段终究无法重现修仙的神意吗？李举、孙老，你们把那件毫无反应的传递过来。这气纹都没错，可怎么毫无灵气波动呢？小陆同志，如何？有解决的办法吗？我也不太……等一下，好像成功了，真的成功了！成功了？你是用其什么方法让其成功的？问题出在哪？孙老，我什么都没有做。难道果然？我之前就做过猜想，2个物质世界存在巨大差异。难道是因为天地灵气？没错，您给我们的灵力物质太珍贵了，我们没舍得。孙老。有没有可能我送你们一条？当然。什么？这东西也能藏回来？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只要我到达筑基期，学会了搬山术，就可以织一条灵脉，传递回大夏。小陆同志，你说的这些真的可以实现吗？天哪，我已经开始期待了。陆离，打下那句话，一切安全为首。李举、孙老，你们放心，我明白。这饼是给国家画上，但是想要修炼到筑基期，谈何容易？光是筑基丹就要1000贡献点。算了，还是先接点任务吧。打工做牛马喽。各位师兄，修补飞剑材料自备，另奖励贡献点80。修补要求1阶高级飞剑，补全部损毁气纹。各位师兄，谁接啊？1阶高级飞剑，这有这么多？一般来说，怎么也要炼气大师才有保护。不过，若只是补全气纹的话，也不是不能说。接。这个任务我接了。什么东西啊？这是塑形还是塑穿啊？还有这个半截纹，这是破甲还是破空啊？这还有这个，就这么一丁点儿，你这让我怎么修复啊？要不传给大夏？喂，当来大哥，帮我个忙，来，帮我对照一下这把残剑上面的这些气纹。对，越快越好。不愧是我的国，
有求必应，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既然上面的祭文全都变住，那我就要开工了。好耶，80体贡献到手了。这剑怎么感觉要比修之前更强了？好像真是啊，如此手段不是一介炼气师能做到的。莫非是为一介炼气宗师？小子，找到他，无论如何要找到他，一定要让他成为你的亲朋，成为你的挚友。剑老，您为何如此激动啊？一名优秀的炼气宗师能够帮助任何的剑修在这片大陆上稳定。可您不是说炼丹术才是最终，还要让我一直收集异火什么的？不耽误，你是剑修，剑就是你的道。炼气师能够磨练你的剑，这才是变强的根本之道。我操！谁惦记我呢？我爸？我妈？瑶瑶？啊！唉。陆师兄，陆师兄，你可算出来了，陆师兄！哎，等等，你们干什么？再帮我练一把飞剑吧，劳烦师兄了。陆师兄，还有我要练一件护心镜，要比上次更厚重一些。师兄，我还想要一个法靴，到时候帮我刻上亲生的气纹。不行，先帮我练，我一会儿要出任务。滚一边去吧，陆师兄，我在家100点贡献值，劳烦您务必先帮我练。陆师兄，其实我是个双胞胎，如果师兄不嫌弃的话，我和我妹妹可以一起。打不，我是个正经，拒绝18禁。加个好友，私下练吧，私下练。哎，先帮我练吧，要发财了！要发财了！师弟师妹们，排好队，一个。我们挨个来。生意这么好，我看来马上就能买得起测灵石了。哎，瞧一瞧，看一看啊！筑基真人出品的上等好货，哎，价格公道，童叟无欺，买贵了包赔。我骗你咋样？哎，再商量。师兄，此物怎么卖？哦，有眼光，这可是上品测灵石，由武大师亲手锻造。看在你我同为炼气同僚的份上，就卖你1000兔金币。先生，寻找测灵石仅500元，不过为了成功率，买了。
好，成交。好嘞，咱们气垫是7天无理由包退换的哦。这当然使用过了不算。什么总用到复活的条款？不用我咋知道不好用？算了，赶紧给李局他们试试吧。孙老，这是今日的炼器心得，以及梭罗来的修仙百艺各类入门典籍，看看对他们有什么帮助。小陆同志，你传回来的试验数据都非常宝贵，我们已经进行归档分析，相信不久就可以给你优化报告。孙老出马，一个顶俩，相信你哦。哦，对了，测灵石我买回来了。李局，孙老，这是测灵石，检测灵根用的，你们抓紧试试。陆离，你的贡献，国家和人民永远铭记。王秘书，到，通知所有部门负责人，1号会议室5分钟内集合，召开最高级别紧急会议。是。各位，情况大家都清楚了，这次机会千载难逢，我们必须立刻确定首批灵根测试人选，资源有限，名额只有10个。李局，我建议优先测试连俊您以及孙老、刘教授等9位核心科学家，确保最高指挥层和科研大脑的潜力，意义重大。我反对。我反对。根据陆离所提供的信息以及 AI 的精准测算，我们可以肯定灵根具有遗传倾向，所以我的建议，第一优先级，我们测试的目标应当是陆离的直系亲属、其父母以及陆瑶美。继续说。第二优先级应该在精锐部队中挑选3人，理由是忠实可靠，身体素质顶尖。若可完成，即可成为守护国家的初始力量，正是国家战略。当然，李局长也应当在其中。至于最后一个优先级，我的建议是在道家人选中挑选3人。道教，说说你的想法。道家文化源远流长，其内丹养生理论古早也有修行传闻。或许暗合异界运行规律，它们与修仙概念最为接近的群体，具有研究价值。好，就按这个方案执行，立刻秘密安排这3组对象，以体检的名义，用最高保密级别接至基地。我们即将进行的可能是改写人类历史任务。加了吗？去哪儿？秦牧同志、王磊同志、李壮同志，国家有份非常重要的任务需要你们执行。在你们决定签署这份文件之前，你们在此地所见的一切都属于最高机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包括你们的直系亲属。现在，请仔细阅读。局长，南天门计划，这都是真的。你们可以来到这里，本身就是对你们忠诚与素质的最高认可。
这文件上的每一个字都关系着国家的未来，签署它意味着你们自愿参与一项前无古人的探索。未来可能面对未知的风险，但也可能触摸到超越想象的力量。当然，你们也可以选择拒绝。我们会安排你们返回原单位，但这里的一切你们必须永远遗忘。现在需要你们做出选择。坚决传入！闺女，吃饭了。来来来，赶紧的，来啦，开饭。啊，爸妈，我哥这都出差快2年多了，连个假期都没有，到底在执行什么秘密任务呀？哎，你这孩子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哥呀是在为国家做贡献，我们不要给他添乱就好了啊。好了，别问啊。吃饭。谁呀？哎，来了。哎呀，陆大哥，你好。你好啊。没打扰你们吃饭吧？没有。你们是？我们是陆离同志的同事。刚接到上面通知，说是要给咱们区的工程家属安排一次全面的免费体检，不知道咱们有没有时间？我们的车就在楼下。行，那个我们收拾一下啊！好，哎，那个赶紧收拾，你看5颗星。扯淡了点儿，不过要真能修仙，也挺好的。想什么呢？真是荒谬！罢了，我还是好好算命，杨师傅传下来的破庙吧。算命了，算不准不要钱。天涯道长、谋横道长，你们张元清道长，请跟我们走一趟。我可没有骗人啊！去哪里？这里。南天门计划。好，我跟你们走。好。报告李局，所有验证目标已就位，背景核查完毕。各单位注意，我是李元朝。我命令南天门计划第1阶段灵根普查现在开始。顺序录：路遥、刘秀兰无灵根反应。快看，离石震动了！快看，离石震动了！是陆大海的房间，快放到3号房。有反应，3色灵根，属性金木水，快记录！哎呀，这高科技就是不一样啊！我还以为要好长时间呢，一会儿就完事儿了。是呀，效率真高，也没啥不舒服的感觉呀。哎，是。爸妈，你们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吗？这次体检有点太简单、太顺利了，而且这里也不像医院啊。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想得多，这国家给安排的，那还能有错？哎呀，就放心吧啊！哎，行了，这样，咱赶紧回家，菜还没吃完呢。瑶瑶，别担心，这呀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体检。哎，就是，走，回家。4色灵根，属性金火土水，快记录！5色灵根，福生无量金尊，宗师亲临，我到江心啊！李局都检测完了，该灵了。
李局，这检测时没有任何的反应。把数据给我。陆大海3灵根，许木4灵根，张玄清5灵根。3组测试样本都只有1人具有灵根，表面概率30%。通知所有核心负责人，5分钟内1号会议室集合，召开紧急会议。好。同志们，初步筛查结果已经出来，10人样本中3人具有灵根，陆大海3灵根，许木4灵根，张玄清5灵根。我原以为2位修道时间最长的老道长，怎么也该说天赋异禀，没想到竟然都没有灵根。反而是入道时间最短的张玄清有个5灵根。更没想到的是，陆大海同志，一个普通的中年工人，竟然也有3灵根。他也是3位里面资质最好的那个。无论如何，30%的检出率，如果这个概率具有普遍代表性，那意味着我们大夏可能有近30%数亿人口具有灵根。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更加紧迫的抉择。灵根我们找到了，但灵根不等于修士。我们宝贵的由陆离同志一点一滴送回的灵力材料数量极其有限，不可能用于大规模培养。对，我们目前的首要目标是决定让谁来进行这第一次，也可能是短期内唯一的一次验证性修炼。我建议让陆大海同时尝试，因为他的3灵根是3个人中资质最好的，理论上成功几率最大，能最快公布答案。我反对。陆大海同志对其子陆离的情况并不清楚，我们该如何向他解释修炼的事？况且过程中一旦出现意外，我们该如何向陆离同志交代？安静，这个选择关乎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也关乎陆离同志最亲的人和他未来的战友。我认为最有资格来决定由谁来进行这第一次尝试，不是我们，而是陆离同志本人。啊！我拔3灵根？是的，我们一共做了3组测试，每一组测试3人。最巧的是，每一组都只成功测出了1人身具灵根，陆大海3灵根，士兵徐木4灵根，道士张玄清5灵根。我拔3灵根，我才5灵根，凭啥？不是他亲生的吗？不行，回头有机会，我一定问问清楚。陆离同志啊，组织上的意思是让你来抉择修炼对象。如果由陆大海同志进行试验修炼，那么局里建议进行初步坦白，只要让其保密，就让他保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就我爸那嘴，中午回到家，晚上整个小区都知道了。事业性修炼，数据对国家来说很重要，必须要找一个素养很高的人才可以。我爸这个修炼天才，还让他再等等吧。4灵根跟5灵根，孙老，让许木同事尝试修炼吧。如果可以的话，今天就可以开始。我为其护道。没问题，我这就去准备。哦，对了，陆离同志，战略组的同志出了一份最新的战略报告，让我转交给你。一句交代，所有战略目标都要保证你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再去完成。好的，我听从指挥。好，我们先去准备了。如果国家能获取灵脉，这研究进程最少能提速10倍。
材料批量炼制，功法加速视野，法器流水线炼制。看来我不能继续搞在炼器期了，必须要尝试突破筑基。小鲁同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徐牧同志先和你交流交流，有什么注意事项提前告诉他一声。好的。对了，我们打算在徐牧修炼时让道士张玄清，哦，对，就是那个武灵根的道士，在旁观看看有可能其他反馈。没问题。陆离前辈，您好。啊，前辈，老哥，你比我大吧？叫前辈不太合适吧？陆离同志，是我让他这么喊的。考虑到你在那边的人文环境，我建议让徐牧同志这样称呼你为前辈要好一些，这样可以拉近你们之间的身份距离，也便于你为他护道。好吧，我接受了。徐牧同志，接下来我给你大致讲一下初次引气入体的注意事项。好的，陆离前辈。所谓引气，并非引动，而是接引。天地灵气是有灵性的，非死物，非工具，不可有半点强取豪夺之念。所谓引气，非是引动，而是接引，非死物，非工具，不受无量金尊。祖师在上，我到日星林，我到江心，我到江心啊！倒计时开始，所有人特级待命状态。10、9、8、5、4、3、2、1。可是陆离前辈，我没有感受到灵气的存在。蓝星没有灵气，这样你手握灵石，从其内部感应，我继续为你护法。灵石，好，我试试。五方初定，五行初备，切记我言。五方初定，五行初备，切记我言。迎客纳语，莫要强驱，只存一念。迎客纳语，莫要强驱，只存一念。明月照江，静观其变。此气一生，方为引气。我感应到了，我感应到灵气了。许同志，这修炼呢，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反复数次，待经脉适应之后，方能踏入炼气一层。成功了，我们真的成功了。是啊，我们成功了。数据记录，所有传感器读数检测，反馈分析。结论：徐牧同志体内有循环能源。结论：蓝星可以修仙。李局，我们成功了，我们真的成功了，这条路走得通啊！陆离，你是改写蓝星文明的大功臣。李局，强国建军，我辈义不容辞。陆离，你刚刚消耗大量灵力，快休息吧。好的，李局，记得帮我叮嘱许同志，切记我刚才说的话。看来蓝星真的可以修炼。如果这样的话，我国能领先各国数百年，成为世界第一强。不过，现在遇到最大的瓶颈是没有灵脉。先去树堂，看看有没有记载灵脉的线索。各位师兄，今日任务榜单：追凶任务缉拿过境散修，猎杀任务鸡鸣山虎妖，有没有中意的？追凶、炼气、寻亲，还有相亲，都是些寻常任务，白跑。紧急任务！紧急任务！紧急任务！清水郡平祸，郡内地气翻滚，伤民数百，疑似地龙作祟。需要弟子前往查明真相，赏金100贡献值。
谁肯担此重任啊？这个危险，这个任务不危险？地气翻涌，伤民数百，疑似地龙作祟。怎么和我今日在地脉路上看到的灵脉出生的异象如此相似？难道这远看疑似地龙翻涌，实则是灵脉涌动？真的有新生灵脉要出世了？但是是不是灵脉，还要去看了才知道，免不了是出宗，出宗那就会有危险。我若是不接，旁人也不接。万一真是一条新生灵脉，我来，给我！那岂不是被旁人抢去了？哎，师弟，这个任务我接了。出宗，出宗呢就会有危险，不出宗就没有灵脉。出宗，不出宗，出宗。好久不见呀，陆师弟。你是白师姐？几日未见，没想到陆师弟已步入炼气基层，可真是厉害啊！师姐，师弟我呢侥幸习得了炼气，以此为生，方能突破。我可是听说师弟现已是炼气将士之资，却没想到师弟在这方面的天赋如此之好。师姐，不知道今日找我有何事？我今日遇你，并非意外，而是特意来给你报喜的。给我报喜？没错，当初你是在我白家矿场破入外门，又得我点拨，理应是我白家照拂。现如今师弟已是炼气将士，身价大涨，我欲为师弟谋个出路。师姐，什么出路啊？嫁给我，入赘我白家。啊！入赘？白师姐，师弟刚刚踏入道途，一心只想修行，暂时还没有姻亲之想。这哪是入赘白家，分明是想让我当免费劳动力啊！陆离，你可知道有多少人想要驾驭我，入赘我白家吗？我可以许你今晚。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何况是坏女人？师姐，我根本就没有成家的打算。你不好意思，白师姐。武长老还在等着我今日的炼气心得呢。啊，白师姐，再见了，下回说，下回说啊。陆离，你们倒是说句话呀，别沉默呀。陆离同志，咱们的 AI 可计算不出男女情感的问题，不过你可以问问刘教授，她是女孩，比我有经验。我单身。真的？不是，这重要吗？重要的是我现在该怎么办？陆离，如果白胜真的让你入赘白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若你一直在宗门内，极大概率会被白家人针对。现在的最好办法就是出宗拖延。但如果是假的，陆离出宗拖延也在白胜的计划之中呢？这女人真是好复杂啊，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算了，去河南猜测，不如做到步步为营。
陆离，我早就为你准备了一套有技战力的战略物资，相信我，单单一个白胜不可能对你造成威胁，你只要小心行事即可。行战略物资，还早就准备好了。李局，你真是太暖了，大暖男。陆离啊，可以开始了。我们建议你直接放进预备空间，东西有点多。有点多？怎么没动着？像是灵力不够的样子。到底有什么？那我也下血本，看看里面到底有啥。我勒个老天爷啊！消耗竟然如此之多，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哇！哇！这就是消失了1000年的灵力机甲，竟然是消失了1000年的灵力机甲，这对吗？这对吗？李局，你们发明出了灵力机甲，这在我们这儿都没有的东西。你们仅靠着书上的只言片语，就手搓出来了？陆毅同志，你可不要小瞧我们 AI 小组啊！数据分析、完成闭环可是我们的强项啊！一个字，好。陆离啊，这些东西是祖国为你准备的底气，记住，此去前路未知。若来白胜讲规矩，便与他周旋；若是他不讲规矩，那便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火力不足恐惧症的终极疗法。有国家做靠山，这太爽！啊，搞了这么久，终于出宗了。这就是自由的味道吗？这自由的味道怎么有点俗？还有一股奶味儿。小了白了兔，白了又了白，啊白兔。好久不见呀，我的小师弟。白师姐，你怎么在这儿？当然是来等你的了，我的小师弟。想我白胜炼气9层，却无筑基之语。陆离，既然你不肯驾驭我，成为我的资粮，那我只好杀了你，让你成为我的筑基资质。果然，白胜不会轻易放过我。白师姐，你知道什么叫做技能无子棋吗？哦，武大师，你来了。灰飞烟灭了。师弟真是可爱，不会真的以为师姐会上当吧？隐身术，没想到白家竟然还有此等秘法。不过，除非你真的变成鬼，否则逃不过我的热像仪。白师姐，
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清算。你竟然能看见我，这怎么可能？白师姐，白师姐，你这么爱我，爱到想要杀了。给我白家当哥哥，是你的荣幸。好啊，那我倒要看看谁才是烈。区区一个炼气7层，也敢大放厥词？来啊，我倒想看看你的底气到底是什么。这是什么？白胜师姐，这是我的底气，好看吗？不过是具纸楼，我就不信我炼气9层还抵不过炼气7层的手段。阴魂幡，出！识鬼识心，去！怨魂正好让我试试灵磁盾的味道。就这点灵机，还妄想抵过我1阶高级法器？我幡中冤魂皆为100年修为，个个都能拼杀炼气后期修士。别说是你，筑基不出，我当无敌！这怎么可能？我的冤魂，这究竟是何法器，竟有如此威能？哇，这么多好东西啊！哎，这个白师姐假意让我入赘，实则是为了逼我出宗，好骗取我身上的修炼资源。一个堂堂金丹世家炼气9层的修士，能做出如此下贱之事？哎，这是灵米，服用之后可以增加修为，洗精伐脉。哎，这种好东西只有内门子弟可以兑换，外门普通子弟想都别想。收了，这个东西看着也不错，全都收了，就当精神补偿费。哈哈哈哈！今天是陆离出宗第1天，这么久没消息，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陆离，我是李元朝，你怎么样？请回答。李举，我在，我很好。你安了就好。陆离，战况如何？白胜已经被我斩杀了。白胜已经被我斩杀了。好，哦，对了，李举，这些是从白胜身上搜出来的，是这个世界修士服用的灵米，国家可以先研究研究，看看有什么作用。灵米，这莫非就是修仙食物？没错，李宇，
根据陆离一同志传回的典籍记载，灵米对修行者和普通人都大有裨益。陆离啊，炼家刚出宗，处境比较危险，你自己服用吧。无妨，这点灵米对我起不到什么作用，国家先研究着，我后续再留意。可是你，好，你放心，国家不会浪费你的心血的。你们放心，我马上带着农科院的专家进行研究，就算拼上我这条老命，也要折腾点水花出来。陆离前辈，我是许墨，我已经入体了。这么快？是的，前辈，所以我想请求去帮助前辈。既然你现在是炼气修士，那你可以帮国家研究研究这个阴魂幡。出！这难道是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万魂幡？他现在也就是个魂幡吧。似是可以收魂、养魂、控魂、以魂杀法的手段。你们可以先研究着，不懂的可以问问孙老。养魂、控魂，灵魂真的可以被操控吗？魂控，就等于说是意识控制。那如果把意识脑接口的结构和魂控结合起来的话，哦，我明白了。离局，我想申请一项特殊实验项目。离局，我想申请一项特殊实验项目。走。用科技来操纵灵魂，说这方法真有可行性。灵魂呢，其实是意识的一种说法，而意识在物理领域又是电磁波的一种表现形式。我在国外工作这几年呀，专门研究过这个。现在有了陆离同志的帮助，我觉得一定能行。好，这项实验项目我批准了，一定要搞出点名堂来。咱们不能让陆离同志白白辛苦。好。南天门任务计划实施至今，我局已成功建立了工法文献、炼气工业生产车间、弹药生物萃取车间等7大实验车间。将目前的情况进度细细汇总，后续给陆离同志一份最优的建议报告。对了，许墨同志那把法器掌握的如何了？报告离局，基本已经掌握。好，我知道了。修齐各个车间视察一下。是。仗势不错啊，这样不错。孙老，李局好。李局，这些灵米内部蕴含巨大能量，明明已经脱壳许久，还具有十分强大的活性。我们若是能将其成功种植，灵米有极大的可能在蓝星普及。那陆离同志送回的6212颗灵米，是否全部种入土壤样本？我们收集了全球总计1万块地区的土壤样本，不仅有来自于5大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土壤样本，还有紧急运转来的月壤和火星土壤，均已经全部种入，并进行实时监控。好，这将是我们蓝星踏入休闲文明举足轻重的一步。终于到清河郡，还有点想家了呢。对不起，我没看到你。无妨。谢谢公子。公子，你是个好人，最近若是没事，就待在家里吧。什么意思？这人有点不对劲。干娘，我回来了。我今天要到饭了，这半个窝窝头你先吃着，明日我再去要点杂粮米饭回来。娘不了，给你妹妹吃吧。妹妹，快醒醒！
我今天抢到吃的了。姐不饿，你快吃，吃饱了病就会好起来了。这吃人的世道。小崽子，想好没有？要不要把你的灵根卖给我？你们要干什么？我都说了，狗剩的灵根不会卖的。你可想好了？这小崽子的灵根可是有人出了大价钱，他贱命一条，不卖白不卖啊！你们拿走了狗剩的灵根，它会死的。有我在，我绝不会让你们伤害它。哎，我说你这娘们儿，这俩小崽子又不是你亲生的，不过是路边捡的，用得着你这么上心吗？他们既然叫我一声娘，哪怕是干娘，那也是我的孩子。有我在，我绝不会让他们受到伤害。哼，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拿什么拦我！狗剩，快跑！老娘们，你敢拦我！我跟你们拼了！姐姐，小崽子，今天我就要亲手挖出你的灵根！光天化日之下，敢如此行事，你们还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你是修士？怎么看不出来吗？想要试试？哦，娘，你没事吧？是你，好人大哥。你是？我叫陆离，是狗剩。我和狗剩有一面之缘。多谢公子今日出手相救。大娘，刚才那些人想要花钱取走狗剩的灵根，这究竟是为什么？仙人有所不知，狗剩灵根与常人不同，它天生对于事物的感知极其灵敏，天地灵气和妖物近身，它都能提前感知到。这也引得许多贵人觊觎，花大价想要狗剩的灵根。天生地灵根。今日我们赶走了这些歹人，但是明日还有坏人来取走狗剩的灵根。如果狗剩愿意的话，我可以收他为徒。仙人，这真的吗？狗剩，你可愿意拜我为师？我愿意。不过，你是有什么顾虑吗？仙人，你肯定不会在这小小的清河郡久住。我如果拜你为师，我干娘和妹妹，我妹妹久病不能动弹。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救治你的妹妹。公子如果愿意出手相助，我狗剩这条命就是公子的了。起来吧。彩色灵根，如果能收这两个天赋怪为徒，那等他们破境之时，我岂不是能在这方天地横着走了？反正李举也让我着手准备开宗立派，那我收他们也不为过吧？公子，我妹妹的病还有的治吗？你妹妹并非患病，而是修炼天赋极高，脉象未通。不是患病。狗蛋啊！狗蛋，我能站起来了，干娘，姐姐，我能站起来了，我的病好了。狗蛋，你的病真的好了。恩人，请收我一半。
举手之劳，不用客气。师傅，乖徒儿们，既然你们愿意拜我为师，那就别再叫什么狗剩狗蛋了。今日为师赐你们2人姓名，你叫陆成业，你叫陆成明。谢谢师傅，我们有名字了。起来吧。哦，对了，狗剩，长夜，听说你能感知到天地灵气，是真的吗？是的，师傅，那是我天生的能力。那你能感知到这清河郡附近可有灵气异常的波动？西北方向一直有灵气波动，而且最近越来越强了。但是那里妖兽横行，十分凶恶。果然如此。长夜长明，今天天色已晚，明日为师便带你们上修行的第一课。师傅好厉害，竟然可以带我们飞这么远。只要你们肯努力，以后比为师更厉害。就是这里，这里灵气异常浓郁，一定没错。师傅，这小的东西是什么？徒儿们不用怕，这是为师的法器。虽然只是国家研究出来的灵气测试仪 1.0 版本，范围只能测试10公分，但是有了长夜这超强感知，搭配起来恰到好处。果然有灵脉，这纹理周围无金无石，无土无根，犹如空悬地，正是灵脉录上所记载，天生地养，脉成生气，是为灵脉。不过看其不足100米，应该还似乎未达到1级。灵脉还未能完全运成，不过这用力散发出的天地灵性也是大不了。师傅，你没事吧？可是发生了点什么？没事，只不过你为师我要走大运了。各位同志，李局在许木同学的帮助下，与诸多实物样本进行研究。我们的魂魄意识信息车间在于昨日成功实现白鼠魂魄与白鼠机器人交互实验。这实验弊端要和同志们说一下。我们的同志啊，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在魂魄研究上必须保证万分谨慎。各位同志，虽然魂魄实践暂且成功，但经由修行秘法和法术挪移所捕捉的魂魄都没有自主意识，甚至连本能都没有保留下来，只能听命于术法指令，所以目前断不可能与其他民生行业进行实践研究的。不过这次实验成果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修仙界哪怕是最基础的修行材料或技术，在我们蓝星现存的科学体系，也都有巨大的催化效用。报告，陆离同志进入同区。陆离，走。陆离小同志，你这是改行打家劫舍了？怎么突然发财了呀？我就是发财了，家人，我找到灵脉。灵脉啊，那是我找到的灵壤。陆离，能描述一下这灵壤的具体功能吗？这所谓灵壤啊，就是灵脉蕴养失败后的产物，其内含灵气可开垦灵田，化凡土为神奇，可种药，可御苦，其效率是普通土壤的1000倍、100倍。报告，仪表显示指挥大厅内部出现了微弱的灵气粒子。
将珍贵灵饵装入兔子箱里。换。各位，在过去的6个月之内，大夏对特殊资源的调动频率大幅提升，特种钢材、高程度适应，甚至还包括了稀有轮作物的种基，甚至跑遍了全球各个角落。哦，我的狼仆爷爷，谁能告诉我这帮大夏人到底在干什么？他们的行为模式已经完全无法用已知的逻辑解释。更奇怪的是，他们的资源流向，所有线索流入到他们的首都京西之后，就没了反应。一个首都城市怎么可能有得了这么多的特殊资源？以大夏人的聪慧，他们绝对不可能做什么无用功，他们一定在进行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全球性计划，甚至很有可能是一种足以改变世界格局力量的东西。你立刻提高针对大夏国的监控等级，同时将我们的评估同步给午夜联盟伙伴，告诉他们，那头巨龙很有可能在塑造我们不可知道的立场。报告李局，本周我们又处置了7起境外间谍渗透事件。经过审讯，这些人全部来自于樱花国。经对比，他们这个月的侦查渗透较上个月增长50%，且目标明确，直指我们的资源流向和近郊区。我们的研究都正在关键期，在这颗节骨眼上，绝不能让外界的窥视干扰我们的计划。一味的防守，只会让他们更加好奇。是时候给这些国家一个明确信号：大夏不惹事，但也绝不怕事。既然他们如此关心我们的发展，那就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大国重器。国主，我是李元朝。鉴于当前国际形势，我建议立即在大平洋公开海域组织一场多兵种联合远洋军演，演习范围覆盖关键跑道，参演兵力要足够震慑。我们需要让全世界知道，大夏的崛起不容任何势力阻挠。我们既有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也有这个能力。我赞同。既然这样，那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惊涛计划。是。怎么不了？公开进行战略演习，这是赤裸裸的挑衅，是对国际秩序的颠覆。他们到底想干什么？难道之前所有的动向都是在为战略谈判做准备？危机还在大平洋，难道是针对我们？完了，我们让查封你的，我回来，把巨龙亮出了爪子，这次直接把獠牙抵在了全世界的喉咙上。国际局势要彻底改变。大夏始终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但有能力、有决心，对任何威胁与讹诈予以坚决有效的反击。我们敦促有关方面认清形势，谨言慎行。报告李局，此次演习结束之后，全国的股市下跌了20%，国内民意汹涌，樱花国和漂亮国的注意力都被转移了，预计短时间内不敢再次挑衅，
既然这样，那吩咐基地里的研究照常进行，务必赶在陆离筑基前做好所有准备。是。唉，终究只是发育不完全的灵脉，只能支撑我修炼到炼气8层。算了，也不能说我的。这灵脉现在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对蓝心有大用，还是先遮掩起来。搞定，走吧，为师带你回宗门。等一下，师傅，有危险！危险？就是什么危险？小崽子，灵觉还挺灵敏。本来想放你们一条活路，现在看来不行了。这气是炼气9层。小子，看你的模样，你是青池宗弟子，是又怎么样？怎么像话？我兄弟4个都被你青池宗弟子所杀，我好不容易逃到此处，结果就碰上了你。哈哈哈哈！你说我怎么样？遇上疯子，快跑！一会儿打起来，为师可护不住你。想走，没那么容易。这李家兄弟的最后一人到底藏哪儿？剑老，你有头绪吗？没错，那人懂得练习之术，以我残力之躯，若不动用灵气，根本找不到他。那我的任务怎么办？就这样放弃了吗？等一下，我感到了强烈的灵力波动，就在前方500丈。有点本事，来尝尝这个。老虎不发威，你真当我超了 Kitty 了？贼人休走！你叶师兄，陆师弟，你怎么在这儿？他这么热情干什么？之前我们查到修复法剑的元气宗师就是陆离，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小子，一定要教好此人。陆师弟，此人正是我要追击的对象，待我把他处理了，再跟你寒暄。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肯放我一条生路！青池魔宗欺人太甚，既然如此，木断春生，起！想走都得死！筑基起！我就知道这主角走到哪儿就不安生，还是走为上计。师兄，你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我段路那边还着着火呢。告辞。哪里走？都得死！陆师弟小心！师尊，剑老，莫要留手了，那贼人此刻堪比筑基，陆师弟断然不是其对手，快出手，救上陆师弟一命！小子，我这一出手，那就是几年不能动弹。你确定？万一你……快呀！好吧。这怎么回事？你的气息为何如此恐怖？小子，我都快要进入沉睡了，记住，一定要搞清楚陆离到底是不是炼气宗师。如果是的话，就让他帮你修复二阶飞剑。二阶飞剑关乎着我的一个遗藏。
奥虫子，可以出高点儿。剑老，多谢叶师兄出手相助。陆师弟，明人不说暗话，我就问你，你是不是炼气宗师？不是，不是。那你，我真的不是什么炼气宗师啊！我现在顶天了，能试试1阶中级的法器。我现在最多也就是个炼气将士吧。陆师弟明显不想多这个麻烦，算了吧，直接亮东西。陆师弟，此乃筑基丹。我不管你是炼气宗师也好，还是炼气将士罢，总之我有把2阶顶级残剑要修复。若此事能成，这筑基丹就给你。多谢师兄，放心吧，叶师兄。本来想离主角远一点，可筑基丹对我来说太重要了，终究还是扯上了关系。不过我距离炼气巅峰还有段距离，接下来就为宗门苦修吧。走吧，随为师回宗门。3年了，我深居简出，将百亿短板挨个补齐，炼气也踏入了1阶炼气宗师之境，就连修为都推进到了炼气巅峰，距离筑基只有1步之遥了。恭喜师尊修为精进！长夜长明，为师已经到了筑基的紧要关头，今日就要尝试筑基。你2人要勤加勉励，不得懈怠。谨遵师谕。你2人先下去。是。今日筑基不成功，变成人。师傅筑基声势竟如此浩大，师傅一定要加油啊！咦，这是陆离那小子要筑基了，太好了！距我们离开秦世宗又近了一步。不能放弃，他还在等我，大圣还在等我。若不筑基，此后不过数年，生死道消，此生苟活又有何意？筑基已成，这便是筑基吗？好玄妙啊！可以通知大夏，开启下一步计划。离局。离局，陆离，我是李元朝，我也筑基，感觉非常好。好，太好了！陆离，是国家的英雄，国家不会忘了你的。离局，我现在已经筑基了，咱们大夏是不是可以开启下一步计划了？可以了。王秘书，传我命令，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是。各位，
为加强国民身体心理素质，自今日起，大夏正式实施修身纲要实施细则。修身标准由低到高分为5级：1级养生，2级强体，3级收心，4级耐势，5级引气。我没听错吧？引气。安静。最后，大夏同胞们，我要宣布一件颠覆所有人的决定：大夏接下来将进入全民修仙时代。